欢迎来到地狱。太好了，是公交车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听到女孩的话语，其余几人也不由得露出了笑脸。可是，这辆公交车也太破了，这真的还能开吗？确实，这辆公交车表面不仅坑坑洼洼，像是遭受过多次撞击，锈蚀也爬满了车身，油漆也脱落的差不多，整个车体呈现出一副快要报废的模样。站在这辆老旧的公交车前，几人不知为何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。就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只听见一阵牙酸的声音响起。只见公交车下来一名模样恐怖的男子，僵硬地转动着脖子，用一双漆黑空洞的眼眶死死地盯着众人。众人想要逃，但是望向身后的迷雾让众人打消了这个想法。那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该上车了。这公交车是去往哪里？去往地狱。随着这句话的说出，众人只觉得周围的温度骤降，一瞬间像是从夏天进入冬天，让人从头冷一脚。那我还真想接这件事。喂，你疯了？现在这公交车是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要留在这里？壮硕男子一时语塞，他当然不想留在这里，他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此时他才发现眼前的男子神色冷静，一双深邃的眼眸静静地看着自己。请出示你的邀请函。是说的这个吗？上车吧。他能这么快就想到，是因为他在醒来时就发现自己身上的手机、钱包都不见了，身上唯一有的就是这封邀请函。信封整体漆黑，样式古朴，起封处用红色的墨水写着“地狱邀请函”几个大字。你们还是一起上来吧，这片雾气给我的感觉很危险。看到方慕白安全地上了公交车，壮硕男子几人有些蠢蠢欲动了起来。但是那门口上的男子又让人望而生畏，或许是周围压抑的环境，亦或是方慕白沉稳的气质。壮硕男子咬了咬牙，学着方慕白的样子，也拿出了身上的邀请函，走上了公交车。真是莫名其妙，什么公交车，什么去往地狱，这肯定都是你们搞的把戏。我可不陪你们在这里玩过家家，我要自己离开。剩下的人也没有去劝阻醉汉，或者说他们并不想劝阻他，他们想要看看究竟能不能就这么离开这里。在众人满心期待下，醉汉的身形渐渐引入浓雾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来呀，别过来！我叫你别过来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车呀！众人被一声叫喊拉回了思绪，才手忙脚乱地拿着邀请函朝公交车上冲去。随着最后一人上了公交车，前门缓缓地关闭，这辆老旧的公交车慢慢地离开了公交站台。下车之后，方慕白便转打量着眼前的建筑，发现这是一座外形古朴的木屋。木屋经岁月的洗礼变得沧桑，木屋周围杂草丛生，给人一种萧瑟的景象。快进屋！你们说那些东西应该进不来吧？没人回答女孩说的话，毕竟他们连那些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想那些东西是不会进来的。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不会进来？你们有看过手里的邀请函吗？上面写了几行字：尊敬的方慕白先生，恭喜您被地狱邀请函选中，您将前往一座林中木屋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任务目标：生存2日，特别提醒，生路就隐藏在木屋中，仔细寻找吧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，我们应该是被某种存在选中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屋子里生存2日。那些雾气里的恶鬼就是类似狼群的存在，我们就是羔羊，将我们驱赶进木屋就是他们的任务。听了方慕白的，众人不知为何身体一颤。不过就像是方慕白所说，那些雾气里的恶鬼真的没有进到屋子里，门外的东西在木屋周围徘徊了一阵就消失了。见其他人还在消化他刚刚所说的话，方慕白抽空观察着木屋内的景象。屋内的摆设十分简单，靠近门口的位置摆放着一个斜客厅，只有一张年代久远的木质长桌和几张木凳，桌子上放着2个没有亮灯的手电筒和没吃完的食物。那边有凳子，我们去休息一下吧。小哥，我看你怎么这么冷静啊？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，不然只会死得更快。听见这话，肌肉男心里不免有些佩服了起来，毕竟现在什么情况他都还没搞清楚。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陆胜安，是个健身教练。之前本来在健身房健身，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醒来就到了那个废弃的公交站台。你们呢？我叫陈文文，大一学生，我是在家里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有些乏了，就到这了。我是在一家店里做美甲，想着时间还早，就眯了一会。我和你们差不多，突然就很困。经过介绍，西装中年男子名叫刘明辉，是个推销保险的，打扮的青春靓丽的美艳女子叫做王倩，长得比较胖的是个便利店老板，叫做钟德厚。我叫方慕白，是个侦探。这年代还有侦探啊？就是那种调查出轨外遇的。差不多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根据信纸上所说，这木屋里应该隐藏着线索，我们先四处搜寻一下吧。我觉得小哥说的对，我们对这木屋一无所知，到处看看也好。你不是侦探吗？找线索是你的拿手好戏吧？我才做的美甲，可不想弄坏了。我其实也不擅长找东西，还是不给各位添麻烦了吧。我看你们……好了，你们不找也可以，不过哪怕我找到了线索，也不会和你们分享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和你们说了我的发现，你们就相信我的判断。听到方慕白的话，原本还在摇摆的陈文文闭上了嘴巴。是啊，如果就让方慕白一个人搜寻木屋，那他们听到的也只会是从他口中描述的场景。要是方慕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，要是他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生路，那他们岂不是都得完蛋？方慕白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也只是随便说说，这么大的木屋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人探索？我只是怕自己眼神不好，万一找的线索不对，岂不是误导？方慕白也不和钟德厚多说，拿起木桌上的手电筒就在木屋里转了起来。什么刚做的美甲，什么眼神不好，都只是借口，不过是想要坐享其成罢了。不过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，对付这种人，方慕白有的是办法。你怎么一直跟着我？嘿嘿，和那群人相比，还是慕白兄弟靠谱一些。而且要是木屋里有危险，我还可以帮上忙。随你吧，不过我可不觉得靠武力就可以解决木屋里的危险。慕白兄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你还记得信纸上说的吗？让我们在这个木屋里生存2日。为什么是生存而不是生活？我想这屋子里恐怕有某种东西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啊，该不会木屋里也有鬼？陆胜安吃了一惊，他可没忘记雾气里那群恐怖的恶鬼。要是这木屋里也有那些存在，那他这一身肌肉可就不够看了，说不定那些恶鬼还会觉得他的口感会更加结实。不好说，不过既然信纸上给了我们2天时间，想必木屋里的东西不会那么快就对我们动手，但也说不准，如果我们不能快点找到那所谓的生路，恐怕最后也难逃一死。知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陆胜安也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跟随着方慕白寻找着可能存在的线索。钟德厚和王倩虽然也在行动，
但那慢吞吞的动作和拖沓的步伐明显是在偷懒，而且他们搜索的范围也一直围绕着木屋的客厅，将自己置身于相对安全的位置。钟德厚还以为自己的小动作隐藏得很好，殊不知远处的方慕白早就将他观察得一清二楚。要知道，他好歹也是个侦探。西装男子刘明辉和陈文文倒是没有偷懒，他们见客厅和大门位置都有人在，便拿起手电筒去了1楼的其他房间。小哥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根据鞋码的大小和款式来看，这屋子里看样子是住着2个男人，而且大部分鞋子上的泥土都已经干涸，只有其中一双靴子上的泥土还是湿润的，所以这双鞋的主人应该还在屋子里。你是说这屋里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人？陆胜安眼睛四处乱瞟，不免有些紧张。进到木屋里已经这么久了，他都没想过这一点，他还以为这里只有他们这群外来者。既然这木屋里还有其他人，为什么他们进来的时候房门没有关闭？而且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也没有其他人来接触我们？难不成这木屋的主人正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打量着我们？方慕白，是有什么发现吗？方慕白兄弟是饿了吧？这也正常，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，我也饿了。但我刚刚已经看过了，这肉块黑乎乎的，根本看不出是什么肉，以防万一，还是别吃的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木屋里难道就没有能吃的吗？我们可是要在这里生活2天，要是没被恶鬼杀死，反而先饿死了，那可真是闹了笑话。这肉块还有一丝余温，看样子吃饭的人刚刚还在这里。什么？吃饭的人？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人？看到地上的尸体，方慕白总算知道木屋里的人为什么没有来见他们，因为他早就已经死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和陈文文本来想找线索的，可是一连推开好几个房间都没有什么发现。后来我们闻到这个房间似乎有一股奇怪的气味，结果推门一看，就发现地上的这具死尸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此时钟德厚几人才明白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他们还以为只要老老实实的在木屋里生活2天，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开这里，但眼前这具死状凄惨的尸体彻底破灭了他们最后的一丝期望。我想要回家。小姑娘，别看了，先去客厅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也走了。我也走了。方慕白，走吧，这具尸体没什么好看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再看看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找线索。这死去的男子一定是这木屋的主人，他身上没准会有什么能够帮到我们的东西。我去，这家伙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房间外的其他人脸色也变了，但方慕白并没有理会他们。这具死尸让他内心产生了紧迫感。这男子虽然死了，但他们还活着，如果不找到点什么，很快他们也会变成地上的一具死尸。我也来帮忙。小哥，他手上有把钥匙。一把沾满血迹的古铜色钥匙出现在了2人的面前。你们找到什么东西了？让我也看看。给你看，
你一个被尸体吓得腿软的人能看出什么？我只是有点不在状态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一个团队，就别在意这点小事了。你还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？之前让你干活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？你别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没人知道，这是我们找的线索。你要是牛逼自己去找啊。不看就不看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个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？找到了一把钥匙，但目前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用处。这钥匙应该是打开某扇门的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木屋的主人在死后还紧紧地握住这把钥匙，想必这钥匙对他十分重要。你们两个刚刚一直在搜寻那些房间，对这钥匙可有什么印象？没有。是吗？既然这把钥匙目前看不出有什么作用，那就先由我代为保管。钟德厚倒是想将钥匙占为己有，可是一来钥匙是方慕白找到的，二来其他人都没有说话，他现在反对，明显会把方慕白得罪。我说，你们都不觉得很困吗？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一下，等天亮了再寻找线索？经王倩这么一提，众人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。此时木屋外已经没有一丝光亮，木屋内也只有一盏灯散发着微弱的光。自从6人从废弃公交站开始，经历了老旧公交车和迷雾恶鬼等一系列事情后，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。不久前又发现了房间死尸，这样就导致精神方面一直是高度集中，对体力的消耗自然是极大的。王倩说的有道理，要不咱们先睡上一觉，有什么事情睡醒了再说。这黑灯瞎火的，就是线索在眼前都不一定能看到。也不等方慕白开口，钟德厚拿上了房间里唯一的毛毯，就去了客厅。房间里4伙人，自然是没有人敢住。刘明辉3人四处看了看，也是跟着钟德厚去了客厅。方慕白，咱们也休息吧。钟德厚这人虽然讨厌，但他说的确实是对的。这木屋里没有通电，就靠2盏煤油灯，就是有线索也不一定能看到。不如等天亮咱们再行动。等天亮吗？怎么？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觉得房间里的男子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要我说的话，这男子应该是被雾气里的恶鬼杀死的吧？你看，我们之前进来的时候，木屋的大门不是都没锁？我不认为他是被雾气里的存在杀死的。迷雾里的恶鬼将我们赶进木屋后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如果他们可以进到木屋里来的话，没有理由就这么放过我们。或许是因为我们持有邀请函的缘故。我想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你仔细想想，木屋的主人他是在门口换了鞋的，这说明最开始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。你再回想一下男子死去时的表情，那样子就像是看到了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又像是看到了十分恐怖的东西。这木屋里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，一些十分可怕的变故。我怀疑这木屋里可能有某种可怕的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杀死了男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今晚还会出事。你是说，那个杀死男子的存在今晚还会杀人？今晚不要睡着，就算是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动静，也不要理会。明白了，不就是不睡觉吗？想我之前也是个爱去网吧打游戏的人，那时候通宵一整晚，第2天还是精神抖擞，人称熬夜小能手。好，走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钟德厚不见了？这地上的血迹又为什么延伸到了房间？方慕白思索了一阵子，简单的把昨晚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你是说房间里死去的尸体把钟德厚杀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都看见了，那就是一具尸体啊！在场的众人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，方慕白也无法解释，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压抑。那我们接下来也会被那具尸体杀死吗？要不我们逃吧，从这里逃出去，只要远离这个木屋就好了。不行，你难道忘记了迷雾里有什么东西吗？那些雾气可还没有消散，这时候出去必然会被雾中的恶鬼杀死。那我们能怎么办？待在这里会被鬼杀死，出
出去也会被鬼杀死，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众人听到这句话，都垂下了脑袋。对呀，待在这里会被鬼杀死，出去也会被鬼杀死，那岂不是必死？生路？什么？我们要找到隐藏在木屋中的生路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。没错，那个狗屁邀请函上写着生路就藏在木屋中，我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你们相信纸上说的？万一他是在骗我们呢？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能做的只有相信了。是啊，除了相信还能怎么办？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寻找线索。首先，我们要确定那个房间的状况。方慕白，我们真的要？陆胜安咽了一口唾沫。要知道，昨晚那个鬼杀死钟德厚之后，就回到了房间。要是这时把房门打开，那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在这里等我。方慕白也不看众人反应，自顾自地往房间门口走去。那具尸体呢？怎么会？我明明记得昨晚那具尸体杀死钟德厚以后，就走回了房间，为什么不见了？既然尸体不见了，那我们也没必要刻意去寻找。尸体我们已经找过了，他身上只有一把不知有什么作用的钥匙，我们还得寻找其他线索。不过接下来的搜寻最好不要落单，毕竟谁也说不清那具尸体会不会继续杀人。各位，我知道寻找生路很重要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得先吃点东西？刘明辉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该吃点东西了。你们吃吧，我没有胃口。不只是他，在场的几人估计没人在看了尸体之后还吃得下肉，但是不吃又没办法，总不能真的活活饿死吧。先去书房看看吧，要是只有那些肉干我也吃不下。嚯，这厨房还真寒碜啊，什么也没有。四处找一下吧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看这样子不像是猪肉啊，会不会是鸡肉、牛肉之类的？感觉不太像，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这几个罐子里的肉质都不一样。刘明辉和陆胜安愣了一下，他们只看到这罐子里的肉块都是带着血丝，长相都差不了太多，还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。确实，这几个罐子里的肉粗略看去没什么不同，但如果细看，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这和我印象中常吃的肉似乎有些不同。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吃这些肉？还是别吃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肉，虽然闻起来没什么异味，但保险起见，就别轻易尝试了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些蔬菜。看这菜的品相，这些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不过这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不吃就得饿死。我老家在农村，
这灶台我小时候经常用，就让我来做饭吧。方慕白，那几个罐子有什么好看的？难不成上面画了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走吧，我们去2楼看看。方慕白收回目光，他有一些猜想，但还需要时间去验证。小哥，怎么了？这是血，可楼梯上为什么会有血？难不成是那具尸体？不是那具尸体，这血渍已经基本风干，看样子是很久以前留下的。你的意思是这里以前死过人？你还记得房门口的鞋柜吗？记得，你当时说过这个木屋里应该住着2个人，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男子的尸体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我们一直没有见到，难不成他也死在了这间木屋里？不清楚，目前的线索太少，无法推断出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希望2楼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。方慕白和陆胜安双双走上2楼。首先看到的是一堆摆放杂乱的木箱子，只见木屋的2楼似乎被用作杂物间，到处都是没有整理的箱子废品。看样子我们是白跑一趟了，这里应该什么线索也没有吧？不一定，你现在只是看到了表象，但深层我们可还没有见到。方慕白看到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灰心，一个侦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到事物的本质。这地板和上来的木质阶梯一样，上面都染满了暗红色的血渍，只是在黑暗中不明显而已。还有这些木箱子的尺寸和一个水桶那么大，被随意的摆放在2楼，几乎将整个2楼的空间都占满了，大部分的血渍也都被木箱子遮掩住了。小哥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你不觉得这些木箱子有些太多了？陆胜安闻言也是看向了那些木箱子。没错，这2楼的杂物虽然多，但是最多的还是这些木箱子，只是粗略的数去至少都有40-50个。空的吗？为了确认是只有自己手上的箱子是空的，还是所有的箱子都是空的，方慕白又随机搬动了几个木箱子，发现入手都是十分轻盈。木屋的主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木箱子，还都把它们摆在2楼？是有什么用意吗？我暂时也不清楚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就要天黑了？距离白天才刚刚过了几个小时啊！看来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正常的，第1天已经过去了。方慕白脸色沉重，虽然平安的过了1天，但他并没有很高兴，反而内心越发的不安。他们到现在也只找到了一些零散的线索，这些线索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找到生路。他可不相信只要他们在木屋里待满2天就可以顺利的离开。邀请函上可是明确的写了，让他们在木屋里生存2天。再找找吧。窗户边有被拖拽的痕迹。方慕白，你看这里有一根绳索。这绳索和窗户边的刮痕对得上，应该就是绳索摩擦后留下来的。为什么会在窗户边放一条绳索？难不成是想要将某些东西运出屋子？但不是可以走楼梯吗？为什么要从窗户边运送？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我猜这绳索就是为了运输，而且运输的就是这些木箱子，这些木箱子是为了装运某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可能太重，如果走楼梯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把楼梯压垮。所以木屋的主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
用吊绳把木箱子一个个的运下去。这也是为什么窗户边会有一条粗壮的绳索，窗户边的刮痕也可以很好的证明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把这些木箱子放在1楼？如果放在1楼，不是更好装运吗？方慕白眼神闪烁，他觉得自己隐隐之间像是抓住了什么，可是却还有一层薄薄的迷雾让他无法看清。那边有个门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小哥，这次还是我来吧，不能每次都让你犯险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里面好像没有动静，就怕……陆胜安话没有说完，但方慕白已经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了。他是想说，会不会房间里的人已经死了，就像之前1楼房间的死尸那样。你刚刚不会只是在用耳朵听吧？房间里应该没有死人，我没有闻到血腥味。陆胜安打量着房间内的场景，这房间和1楼的房间格局类似，都是一张木床和放衣服的柜子，其余的什么都没有。没事的，方慕白，我们这里找不到什么线索，没准刘明辉他们那里会有收获，也不一定。陆胜安看着方慕白皱着眉头，以为没有找到什么线索，让方慕白很生气。不，我并不是因为没找到线索而生气，我是发现这屋子里太过简洁了。太过简洁也有问题。之前在1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房间有哪里不对劲。现在看到这个房间，我总算是明白了。我问你，你自己家里的房间有这么整洁或者简单吗？说实话，我这人还算是比较爱干净的，但是要我和这个房间比的话，那确实比不过。而且我房间的东西也比较多。别说是你，就是我的房间多多少少也会有些杂乱，因为毕竟是自己住的房间，一些书籍、生活用品等等都会使房间看起来很臃肿。但你看这个房间，除了床和衣柜，其他生活用品基本看不见。不，或许不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说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物品。这房间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。陆胜安这时才明白方慕白说的不对劲是哪里不对劲。这2个房间确实有些古怪，2个大老爷们怎么会一点私人物品都没有？我原本是在想木屋会不会只是他们的临时住所，所以没有带来太多东西。但门口的鞋柜、柜子里的衣物，2楼走廊上堆积的木箱子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2个人是长期居住在木屋中。但是从我们进来为止，还没有找到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会待在这个木屋里。这2个人看来是刻意在隐藏身份，把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都藏了起来。陆胜安瞪大了眼睛，方慕白这么一说，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也让这个木屋显得更……还是先下去吧。虽然这么说很影响士气，但我猜刘明辉他们在1楼也不会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站在2楼的方慕白有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，就好像这一层有什么东西正在暗处窥视着自己，但四处望去，那种感觉又消失不见。方慕白，你们总算下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在上面出了什么意外。在上面发现了一点东西，耽搁了一会儿。你们这里怎么样？有发现什么线索吗？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没事，这不怪你们。我估计1楼确实是没有什么线索了。方慕白也没有太过失望，
他早就猜到1楼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线索，而且以他们3个的胆子，怕是也不会仔细的搜寻。现在种种迹象表明，2楼可能才是关键。经过简单的交流，方慕白从刘明辉口中得知，这1楼的东西少得可怜，这屋子就像是遭到了洗劫一样，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。你们有找到照片什么的吗？照片？好像没有见过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1楼也是一样，大厅里什么也没摆放，除了基本的生活用品、书籍、装饰，哪怕连一张照片也没有，一切都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方慕白看着周围，他此时已经确定，这屋子里的2人有着很大的问题，只有搞清楚木屋主人的身份，才有可能找到邀请函上所说的线索。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天又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晚大家小心点，尽量保持警惕。随后，方慕白又给众人大致说明了一下2楼的情况。2楼虽然没有死人，但不一定就是安全的。依我看，我们还是待在1楼大厅比较好。不知为什么，白天他在进入2楼那个房间的时候，觉得有一股阴冷的气息环绕着他。明明那个房间什么都没有，但他本能地认为继续待在房间里会出事。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们上2楼，你肯定是想等我们休息了，自己偷偷的去2楼睡吧。陈文文，你跟不跟我去2楼？那我也去吧。方慕白他们3人目送着2人上了楼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其他人也没有权利过多干涉，只希望到时候他们不要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。王倩姐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应该没事，毕竟刚刚他们都进去过了。好吧。太好了，这间房间还算干净，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咱们今晚可以睡床了。王倩姐，我们真的要和他们分开吗？怎么，你还想回1楼躺地板？那地板又硬又冷，睡了一晚上，我浑身不舒服。再说了，你难道不怕1楼的死尸吗？钟德厚的尸体可还在那个房间里。好了，赶紧睡觉吧。好想上厕所啊，怎么办？可是外面也太黑了，早知道上楼的时候就不应该喝那碗水的。王倩姐，王倩姐，怎么啦？王倩姐，我想要上个厕所，可是我一个人有些害怕，你能不能陪我一起？厕所就在外面，又不是很远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有什么事情叫我就可以了。这好吧。好黑啊，早知道就不出来了，手电筒也忘记拿了。好黑啊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就是走的直线，为什么房间不进了？不对劲，是谁在那里？是木哥吗？是不是陆哥？还是刘明辉？我知道是你们，你们就别和我开玩笑了好不好？
陈文文上个厕所怎么那么久？该不会掉厕所了吧？王倩睡眼惺忪地看着房门，她在想要不要出去找一下陈文文。可是当她看着房间内浓郁的黑暗时，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其他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自己不出事就好了。陈文文，你怎么上个厕所用了那么久？我还准备出去找你呢。既然你回来了就好，出去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由于房间太过黑暗，王倩也没有刻意去看进来的人影，她还以为是陈文文怨恨自己不陪她上厕所，所以生气了，故意不搭理她。行了，既然你没有事情，那就赶紧睡觉吧。你不困，我可困得不行。这是什么气味？怎么像是尸体腐烂的气味？陈文文，你是不是掉进厕所了？等等，不对劲，为什么陈文文一直不出声？而且为什么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？就算陈文文睡得再怎么熟，她总不可能连呼吸声都没有吧？陈文文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你别吓我呀！他此时仍然是背对着身后的陈文文，他现在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，他害怕，他怕他看到一些难以接受的画面。不行，我身后的东西肯定不是人，我要赶紧离开这里，继续待在这里一定会死。卧槽，动不了了！你要去哪？不要，我。这木屋的地板可真硬啊，简直比我睡过的任何一张木板床都要硬。这是因为你的精神和肉体太累了，所以产生了这种错觉。就算给你一张床垫，你也不一定睡得比现在好。先不说这些，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昨晚这里竟然没有出事。没出事多好，没准这木屋的鬼也要休息呢。王倩，陈文文，你妈叫你起床吃饭了。嘿，这两个女孩睡得还挺熟，叫这么大声还不行，有床睡就是不一样啊。不对，应该是出事了。方慕白神色一紧，他不相信鬼就这样放过他们。如果他们这边没有出事，那出事的就一定是王倩那边。不会吧？昨晚没有听到2楼传来什么动静啊？会不会只是他们睡得太死了？没有动静不代表就是安全的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怎么了，小哥？窗户边有血迹。不愧是侦探啊，眼睛就是好使。不过他们两个不是待在房间吗？为什么窗户边会留有血迹？难道有东西从窗户边爬进来了？应该不是雾气里的东西，而是木屋里的鬼。走吧，我们进房间看看。我勒个去！这也太惨了吧！看来他们两个都没能活下来。虽然他和两个女孩并不相熟，但两个鲜活的生命死在他的眼前，还是让他心里一阵难受。他娘的！这草蛋的邀请函到底是谁给我们的？他难不成就是想要看我们被鬼杀死吗？生路到底是在哪里？会不会压根就没有生路？你也别太着急，生路肯定会有的，我们一定会活着离开这里的。陆胜安看着方慕白坚毅的眼神，不知为何他的精神就像被传染了一样，放下了心来。也是，万一咱们运气好就活下来了呢？走，咱们继续去找线索。走吧，我们去走廊看看。我感觉我们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找到它，我感觉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了。
操！不知道在走廊上摆这么多的木箱子干什么？本来走廊就窄，路都给挡住了，要是一不小心摔下去，那玩笑可就大了。陆胜安，你还真是个天才。嘿嘿，我陆胜安是什么人？天才那不是必须的，不过我也没做什么呀。走廊窄，你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啊！我一开始也被走廊上的箱子迷惑了，因为那些箱子，我本能的以为这走廊就应该这么窄，但实际可能并不是这样，这条走廊应该是很宽敞的才对。你还记得我们刚下公交车的时候吗？记得呀，那时候我们眼前就是这座木屋。那你有没有观察过这座木屋？观察？当时都快吓死了，哪还有心情观察？当时只想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。你是说，当时你从外面看出了这屋子有什么不对劲？没错，我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定会先仔细的观察一遍。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我能肯定，这2楼的结构比1楼小不了多少。也就是说，2楼的空间再怎么样也会有1楼的一半。你想过没有？1楼容纳我们6个人都不算拥挤，为什么我们2个人在2楼的走廊上都有些迈不开脚？你是说这2楼还有一个隐藏起来的房间？没错，这走廊上的箱子就是故意让我们以为这走廊就应该这么窄。实际上这只是障眼法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无法发现那个隐藏起来的房间。我们赶紧把箱子挪开，我感觉我们离答案已经很近了。随后他们把靠近走廊的木箱子全部搬走，不到一会，一扇嵌入墙壁的木门呈现在2人的眼前。这木门和墙壁的颜色相仿，锁孔又被木箱子挡着，才导致方慕白2人在走廊上这么久都没有发现。这就是隐藏起来的房间，原来这就是需要用到钥匙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些是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不是说房间里隐藏着生路吗？为什么打开后会是这样的场景？我明白这木屋主人的身份，还有为什么木屋的摆放会这么简洁了。这木屋的主人其实是个偷猎者。偷猎者？没错。你还记得厨房里的那些黑罐子吗？我们当时觉得那些肉有问题，所以不敢吃。但看到这个屋子里的东西，我明白了过来。我猜那些罐子里的肉是可以吃的，而且还是大补。你看屋子里挂着的那些动物皮毛，这些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稀有的动物，只有大山深处才可能有它们的踪迹。那些黑罐子里的肉我们没见过，是因为这些动物我们平时见都没见过。我也是以前在书上看过这些动物的图片，才恰巧认出来。原来是这样。你不是费解为什么2楼的走廊会有那么多的木箱子？那些都是用来将这些珍贵的动物皮毛和肉块运走的。通往2楼的楼梯上那些拖曳痕迹和血迹就是证明。他们本可以在1楼进行处理，但他们害怕事情暴露，所以宁愿花费精力和时间在2楼处理。包装好后，再通过绳索和窗户将箱子运往楼下。之前在窗户边见到的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小物件，应该就是辅助工具。至于为什么木屋整理的那么简洁，就连照片甚至是一点娱乐物品都没有，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外人发现。一旦这木屋被其他人找到，他们就会迅速转移，木屋内自然也不能留下所谓的身份证明。那1楼房间里的那个男子是怎么死的？另一个偷猎者去了哪里？我想可能是因为分赃不均，这里的动物皮毛和肉质一旦卖出去，一定是一笔庞大的财富，很有可能是1楼房间的男子将另一个偷猎者杀死，随后埋在了某个地方。这种荒山野岭，就算过个几十年，也不会有人发现。但没想到死在山林里的偷猎者发生了某种变化，他怀着怨气变成了鬼，又回到了屋子，将1楼的那个偷猎者杀害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1楼的男子临死前表情那么恐惧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木屋里现在有2只鬼存在。2只鬼？陆胜安有些骇然，
一只鬼就够他们受了，结果你直接来2只鬼，这不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们留吗？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某种情况，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，真实的情况已经无从考证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就算知道真相，对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没有帮助啊！难道躲在这间房间里就会安全？我想，就算我们躲在这间房间里，我们还是会被鬼杀死。他们是偷猎者，就算死了，也还是满怀怨气。他们会把我们当成觊觎动物毛皮的外来者，到时候一样会杀死我们。你之前不是问过我1楼的死尸去了哪里？我想他和另一只鬼都躲藏在这间隐藏的房间里。你是说这房间里有鬼？有鬼，我们还在这房间门口站半天。我也是刚刚才想到这点，但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被杀，恐怕这鬼也有某种限制。在白天他们无法对我们下手，但是一旦天黑，就很难说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方慕白将王倩和陈文文的死亡和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刘明辉。怎么会？王倩死了，陈文文也死了。刘明辉面如死灰，短短的一个晚上就死了2个人。要是他当时也上了2楼，这会儿是不是也成了一具尸体？我们还是逃吧，逃出去，继续待在这个屋子，迟早会被鬼杀死的。要是逃出去，没准还有一丝希望。不能出去，我们必须在木屋里生存2天。现在时间没到，出去就是死。可是不出去也是死啊！很快天就要黑了，鬼就要行动了，我可不陪你们死在这里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拦不住他的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别人。我们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陆胜安看着宛如疯子一般的刘明辉，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他现在去追刘明辉，很有可能把自己也害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鬼！慈悲难度自绝人，我们只救能救之人，不救该死之鬼。时间紧迫，我们也要着手开始准备了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我一定配合。我已经找到隐藏在木屋里的生路，但我不确定这条生路是否正确。但我们也没有时间去验证其他的办法，只能赌一把。小哥，你放手干吧。这一路以来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走到现在。就算你的选择是错误的，也不过是一死。让我自己来，估摸着也是被鬼杀死。我相信你。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我们不见得一定会死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的，这木屋里的2人都是偷猎者，哪怕他们死了化成了鬼，也还对这房间的动物毛皮念念不忘，在白天会躲藏在这隐藏的房间里。这间隐藏的屋子是死局，同时也还有一丝生机。我想到的生路就是躲在这堆动物毛皮中，以他们对这毛皮的执着，想必不会去搜寻。而且这屋子里的动物死气也能隐藏我们活人的气息。躲在那些毛皮中？没错，但那2只鬼还在屋子里，我们不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做这事，我们需要将他们先引开。你的意思是，让那2只鬼以为我们逃出屋子了，趁他们去追我们的时候，再躲到毛皮中？但这真的能瞒过鬼的眼睛吗？本来我也对这个计划不抱什么期望，但现在出现了变数，这个变数会让计划变得完整。变数？你说的是刘明辉？没错，从他选择离开屋子的那一刻，就代表他注定一死。先不说他一个人怎么徒步离开这片树林，就是迷雾里的恶鬼都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来了吗？小哥，
这样真的行吗？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能指认。怎么了，小哥？别说话。小哥，他好像走了。我们走。我们走。小哥，我在这，真的没事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不会出意外。好了啊，赶紧躲起来吧。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马上就要升职了，我还有大把的时光要享受。我兢兢业业的工作了10几年，这10几年来，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现在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事情？什么狗屁地狱邀请函，就是你害的老子！你想要我死，我偏偏就是不死。随后，刘明辉跑进了树林中，下场就不言而喻。陆胜安，走，公交车来了。快跑，他要追上来了。小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要死了吗？不对，要冷静。现在虽然两头被堵住，但是还是有突破点的。据我的观察，门口的鬼只能靠听力来杀人，看来只能拼一把了。跟紧我。